去你丫的！漂亮，这是没有多少地面技术。哇！对方这种这样很会抓机会的。哇！结束了 ，KO！ 中国拳坛真正的少林武僧终于出山了，实力要比武僧一龙还要强大不少，勇闯国际拳坛，血战日本3冠王。日本冠军当场被虐得体无完肤，站都站不起来，甚至由于少林武僧下手太残暴，差点将其搅晕送走。这位中国少林得道高僧就是来自河南洛阳的苗立涛。苗立涛自幼活泼好动，拜入嵩山少林寺门下。短短几年时间，苗立涛就成为寺里面最能打的少林武僧。而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华传统武术，少林老方丈特地安排苗立涛下山历练，宣传中国功夫的强大。没想到登上擂台上的苗立涛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，数年间就已经将国际上有名的世界冠军挨个揍了一遍。本次苗立涛的对手就是日本绰号柔术3冠王的泽田龙人。只因泽田龙人的生日与武术大师李小龙同一天，故此泽田龙人被誉为日本版的李小龙。日本拳坛也对泽田龙人寄予厚望，希望他能够尽早成为世界冠军，为日本增光增彩。而泽田龙人究竟有没有李小龙那般的实力，只有上台碰一碰便知真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苗立涛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黑短裤就是中国选手苗立涛，白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泽田龙人。泽田龙人深知今天的中国选手极其不好惹，所以泽田龙人则是在刚开始就想占据擂台中心位置，随即举着拳头对苗立涛跃跃欲试，随时都有可能发起进攻。当然，苗立涛大大小小遇见过太多的实力高手，苗立涛在战力上从来没有输给别人。尽管泽田龙人喋喋不休，依旧很难压制苗立涛。对方呢在尝试做抱单腿摔，苗立涛呢在迅速复位情况下，在龙边做出了弓箭步，这下的防御姿态做得非常好。是，漂亮，很好。好呀，再次脱开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射手来。Don't get carried, let go。此时此刻，泽田龙人正在施展自己引以为傲的柔术所技，试图用最快时间将苗立涛拖入到地面缠斗。尽管苗立涛战力技术强横，但是双腿被死死锁住，也很难打出相应反击，只能跟随泽田龙人的比赛节奏进行。从这里就看得出，日本选手特别喜欢死缠烂打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地跟苗立涛拖延比赛时间。同时他一边单腿也被抱住，其边腿和对边脚被抱住的情况之下，很难保持站立的稳定性。苗立涛呢还是很愿意跟对方打站立的。对，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在这样的一个纠缠当中呢，对于苗立涛是一个不小的体能上的损失。现在苗立涛呢还趁着体能比较充足的阶段，他必须要和对方来拼拼站立的拳击，不能再被对方带进自己喜欢的节奏。是的。好，注意一下，还是要。龙边的弓箭步重心非常的稳定。好的，好的，重新回到站立的泽田龙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再一次冲上去施展下前抱摔，将苗立涛拖入到地面缠斗。苗立涛虽然柔术所技不如对手娴熟，但是架不住苗立涛的身体力量要比泽田龙人更加强大，所以就算两位选手处于地面缠斗环节，苗立涛也可以利用身体压制对手，等待起身机会。至于自己呢，不被带进一个下位的一个劣势把位。手啊，小心啊，小心他的手。两个手都抱他脖子。其实这个时候泽田龙人的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有优势，但是呢，他尝试把对方呢拖到离自己的腿左当中更深的位置来。苗立涛现在的阶段，如果说不容易起身的话，可以考虑转到侧向压制。苗立涛在上位，但是要保护好自己的手臂啊。对方在下位的进攻动作是非常凶狠的。从双方的表现来看，苗立涛的综合实力的确很出色，不论是站立拼拳还是地面缠斗，泽田龙人根本就占不到一点优势，还处于被压制的局面。而且苗立涛也在利用各种进攻动作扩大比赛点数。如果泽田龙人一直处于被动挨揍的局面，那苗立涛今天获胜的可能将会很大。时间可长可短啊。对。再次在对手的缠斗当中，很可能被绕进后颈。哦呦，危险！泽田的裸脚起来了。32秒，苗立涛要坚持。
苗立涛现在能坚持住吗？对，他扣住了自己的下巴。还好，对方的这个把位呢没有扣死，问题不大。20秒钟的时间，这个回合应该是安全的。苗立涛的反应速度和爆发力真不错。核心力量不错。苗立涛顶住对方的髋关节。泽田龙人在下位想做什么？只是扣住苗立涛的手臂，不让苗立涛做更多的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从首回合的战术打法来看，泽田龙人不太擅长站立拼拳，只想着打地面。但是苗立涛为此专门训练3个月防抱摔动作，所以泽田龙人在擂台上也很难将苗立涛压制。眼看地面没有希望，泽田龙人还想跟苗立涛拼拳换脚。既然如此，苗立涛就必须要让对手品尝一下少林功夫的厉害。两个人再次进行着一个尝试进入地面的相持，勾住对手的左腿。泽田龙人似乎把这场比赛的所有重心都放在这一次的抱摔了。如果能够抱摔成功，并且实施裸脚的话，对于泽田龙人来说会是比赛策略的一个成功体现。Yes, you're good. Lock your hand. Take him down. Yes, yes. Control. 又是拦腰抱起。Yes, yes. 这个位置再次挣脱束缚的苗立涛眼神坚定，特别有信心。因为在地面缠斗，泽田龙人根本没有办法拿到比赛点数。在站立拼拳阶段，苗立涛也能保持稳定输出。所以说，泽田龙人的小伎俩在苗立涛面前算不了什么。而且，泽田龙人还面临着被 KO 的风险。故此，比赛胜利天平正在向苗立涛这边倾斜。我们看到泽田龙人场边的 corner 也在提醒他多打一些组合。对，要打这 combination 啊。对，通过组合先打组合，然后抱摔对手。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思路。没错，但是泽田龙人他们没有预估到的是，他的体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这个时候呢，提醒是一回事啊，但是能不能做到呢？运动员自己知道。到现在为止，双方的体力都有所消耗，尤其是泽田龙人，一方面要考虑怎么针对苗立涛争夺比赛点数，另一方面则要跟苗立涛保持安全距离，以免被打晕送走。而这一切都是来源于对苗立涛少林武僧的身份恐惧。最终被逼无奈的泽田龙人还是选择了自己所擅长的地面缠斗，只有这样才能有机会将失去的比赛点数给夺回来。自信心也受到一些影响，现在有机会能够过腿了。对方的这个位置很被动，还是拿背，拿背之后完成自己对他的控制。在身后扣住对面，对方呢也是扣住苗立涛的膝窝，不让苗立涛轻松的起身。对，现在对于苗立涛来说，4肢8体都可以使用。他想要裸脚降服对手吗？有一定难度啊。这个扣有难度，因为对方呢还扣着他的腿。对，反响了，还有10秒钟的时间。而苗立涛已经足够有侵略性了，这个动作，而且对对手形成了一定的控制啊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苗立涛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苗立涛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